值得指出的是，俄罗斯这次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主要的原因有2点：一是乌克兰寻求加入北约，二是北约的不断东扩。然而，在不出兵的情况下，北约国家近期却又在持续向东欧增兵，不断拱火。美国五角大楼2月2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15个北约、欧洲防长就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奥斯汀表示，美国在近期增派了15000名士兵，现在在欧洲有9万多美国军人。而在同一天，有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对外透露称，奥斯汀已经下令再向欧洲增派约7000名军人，这将包括1个装甲旅战斗队，以保证北约盟国的安全。另外，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也表示，美国将临时向北约东翼调派多达8架 F-35隐身战机和30多架 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一个800名军人组成的营级战术群，加强在那里的部署。空中力量一直是北约国家的作战的主要力量。那这些力量它是一个作为核心的一个存在，因为主要靠这个空中优势嘛。那像 F-35它是这个第5代的中型战斗机，那一直也是这个美国反复炒作的，是它的整个常规力量中精确打击力量方面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在政治上其实把这些部队派到这个乌克兰附近，它是有很强的这个政治宣示的这个意义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心理战，也是一个政治战。但是呢，这种这个政治战并不意味着这些这个航空兵真的会投入作战。此外，美国此前还将其空降王牌第82空降师部署到了波兰。2月5号，第一批增派的1700名士兵就乘坐一架 C-17运输机，抵达靠近乌克兰的波兰热舒夫亚辛卡机场。有分析指出，尽管美国宣称增兵是为了保护北约盟友的安全，而显而易见的是，俄罗斯并不会对乌克兰以外的国家展开军事行动，增兵的动机并不单纯。美国它从第一天起，从去年的这个时候，它就已经非常彻底的抛弃了乌克兰。它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上的作秀，也甚至都已经是不屑于做这个秀。它就是希望俄罗斯打这个仗，而且要打到一定程度的大。评论员陈曦甚至还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军事行动，还是美国希望看到的。所以，美国在开打之前就不断炒作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并且借此增兵，就是为了刺激俄罗斯。他希望通过这场战争造成西欧的资本恐慌，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希望俄国打一场战争，而且呢要足够的大，才能产生这种恐慌，才能使得比较多的欧资逃到美国去，帮美国去度过现在它国内的多重危机，包括疫情，包括这个供应链这个巨大的通胀还有这个货币超发带来各种问题。而在美国的推动下，欧洲国家也纷纷做出增兵的决定。据爱沙尼亚国家广播电视台2月25号报道，英国部分特遣队已经抵达爱沙尼亚，坦克装甲车正在经由西南部帕尔努进入爱沙尼亚。另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消息，英国皇家海军舰艇、陆军部队和皇家空军战斗机26号下午也在东欧地区部署军队力量。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称，英国皇家军队此次军事部署将对俄方军事行动产生战略威慑。此外，法国和德国这2个从一开始就不希望局势恶化，更不希望爆发军事冲突的国家也增兵了。2月27号，法新社援引法军方的消息称，因乌克兰局势巨变，已有9500名法国军人被动员或进入战备状态。超1500名法国士兵将直接参与加强北约东翼阵地的任务，另有约8000名法国军人作为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一部分进入战备状态。日前，北约还首次启动快速反应部队作为防御措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沃尔斯特宣布启动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以回应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北约快反部队共有4万名士兵，包括陆军、空军、海军和特种部队等多个兵种，还有一支化学、生物、辐射和核防御特遣队。北约快反部队大多部署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紧靠俄罗斯的国家。组建这支快速反应部队的目的就是应对危机嘛，特别是针对
北约的危机，作战能力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强的，因为呢它是陆海空军呢都有联合作战能力就相对来说要好。但是这种呢都是指应对一些中小规模的战争如果是用于呢高强度的对抗，这个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呢肯定是远远不够用。